有一次，他在一座大型商场的餐厅里吃饭时，周围桌子上的人都在吸烟。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禁烟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我的一位好朋友燕儿，他是一位从大陆来到台湾的陆配，他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两岸在吸烟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今天我就通过燕儿的亲身经历，带大家一起看看他在台湾生活的这段时间，如何感受到两岸禁烟文化的不同。订阅关注不迷路，欢迎订阅按赞，方便下次找到本频道。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哦，欢迎留言讨论。燕儿从小在大陆长大，周围的吸烟现象几乎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大陆，无论是公共场所还是餐馆、商场，吸烟都很常见，尤其是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二手烟成了他无法避免的困扰。虽然大陆近几年提出了禁烟政策，但因为吸烟文化根深蒂固，禁烟区的管理力度往往不够，吸烟行为依然普遍。燕儿刚来到台湾时，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空气远比大陆要清新许多，在台湾的街头几乎看不到有人吸烟。他注意到很多人都会自觉遵守禁烟规定，即使是在人流密集的商场或街道上，也几乎没有烟雾缭绕的现象。尤其是进入台湾的餐厅和商场时，燕儿发现大多数地方都明确标示了禁烟区，而且工作人员也会主动提醒吸烟者。他说，第一次进入一家购物中心，他就惊讶于那里没有一个烟民，空气也非常清新。这个与他在大陆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让他深刻意识到两地在禁烟文化上的差异。燕儿在大陆的生活经历告诉他，吸烟似乎是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大陆一些商业区或餐饮场所，吸烟现象尤为突出。即便有明确的禁烟标识，很多时候也很难做到真正的禁烟。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餐馆、酒吧，吸烟几乎成了一种常态。二手烟无处不在，燕儿曾多次被迫忍受二手烟的困扰。有一次，他在一座大型商场的餐厅里吃饭时，周围桌子上的人都在吸烟。虽然这家餐厅有禁烟区的标识，但吸烟者还是不以禁烟为意，继续在禁烟区吸烟。燕儿还记得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去长沙的一家餐厅就餐，餐厅虽有禁烟区，但依然有不少人无视禁烟标识，直接在餐桌上吸烟。他感到非常不适，因为无论是怕肺癌而不吸烟，还是对二手烟敏感的人，都被迫在这种环境下痛苦生活。在大陆，尽管禁烟的政策在近几年逐渐推行，但由于许多吸烟者缺乏自觉性且实际执行不严格，禁烟区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一些高人流的地方，禁烟区的执行力度明显不足。当燕儿来到台湾时，他的体验和大陆大不相同。台湾的禁烟文化在他的眼中几乎是完美执行的。台湾的禁烟政策严格，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明确禁止吸烟，吸烟者通常会严格被引导到专门的吸烟区。台湾的烟害防治法早在1997年就开始立法实施，旨在减少吸烟率并降低烟草对公共健康的危害。随着社会对吸烟健康危害认识的提升，这项法律不仅规定了吸烟的场所、吸烟的年龄限制，还涉及了提高香烟税率、禁烟广告等多方面内容。在实施过程中，台湾逐步加强了对吸烟的管控力度，通过一系列立法和政策调整，有效地减少了吸烟率，保护了民众的健康。从1997年起，逐步推进禁烟政策到餐馆、商场、公共交通工具等公共场所，如果违法场所负责人最高罚5万台币，吸烟者最高罚1万台币。此外，这部法律的出台还标志着台湾开始采取一系列反吸烟宣传和教育措施，帮助民众更好地认识吸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提高烟草税率是台湾烟害防治法实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台湾对烟草税进行了多次调整，逐步提高了香烟的税率。以进口烟品完税价格每包10元台币为例，台币税捐每包约57.7元，包括关税2.7元加烟税31.8元加烟品健康
福利捐20元加营业税3.2元等于57.7元，也就是每包售价至少要68元台币以上。此举的目的是通过提高香烟的价格，来限制人们购买烟草制品，从而降低吸烟率。研究表明，提高香烟税率能够有效减少吸烟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对年轻人和低收入群体而言，较高的烟草价格常常成为他们放弃吸烟的一个重要因素。台湾的烟草税率不仅体现在香烟销售价格的上涨上，还体现在烟草制品的不同税种上。例如，对香烟的税率采用了比例税和定额税相结合的方式，确保税收的同时抑制了烟草消费的增长。通过这一政策，台湾在提高税收的同时，成功地减少了吸烟人群的规模，尤其是在青少年中的吸烟率有所下降。除了提高香烟税率外，烟害防治法还规定了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的严格措施。根据法律，任何商家不得向未满20岁的未成年人出售香烟，违者最高罚25万台币。这一条款的出台，有助于减少青少年接触烟草的机会，遏制了青少年吸烟的潮流。为了确保这一措施的执行，台湾在各地加强了对零售商的监管，定期进行暗访检查，以避免商家违规出售香烟给未成年人。对于违反规定的商家，台湾政府给予了严格的处罚、罚款和吊销营业执照等惩罚措施，确保了这一规定的落实。随着社会对烟草危害的认识不断深化，台湾政府还加强了烟草产品的包装规范。根据规定，香烟包装上必须印有健康警示图像，提醒消费者吸烟的健康风险。这一规定不仅能让消费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吸烟的危害，还进一步强化了禁烟文化的社会共识。烟害防治法实施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禁止烟草广告与促销活动。过去，烟草公司通过大量的广告和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然而，随着烟害防治法的实施，台湾全面禁止了香烟广告，无论是在电视、报纸、杂志还是互联网等媒体平台上，烟草广告都被严格禁止。此外，烟草公司也被禁止在零售店内进行香烟促销活动。随着烟害防治法逐步实施，台湾的禁烟区也不断扩展。早期禁烟区仅限于一些公共建筑和交通工具，但随着法律的逐步完善，禁烟区的范围逐步扩大到餐厅、商场、公园以及街头等公共区域，尤其是在大城市如台北、台中等地，禁烟区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特别是3人以上共用之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为了确保禁烟区的执行，台湾政府加强了执法力度，专门设立了烟草控制的执法机构，定期进行检查。一旦发现有违反禁烟规定的行为，执法人员会依法进行处罚，包括罚款和警告等。政府的严格执法与民众的自觉行为相结合，确保了禁烟政策的有效落实。除了法律的严格执行，台湾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反吸烟宣传活动，教育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认识吸烟的危害。这些活动通过电视广告、学校教育、社区宣传等形式，增强了民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反吸烟宣传的广泛开展，特别是在学校和青少年中开展的教育活动，有助于降低吸烟的普及率，尤其是青少年。亚尔最初来到台湾时，刚走在街头就感受到了与大陆截然不同的氛围。他发现在台湾的城市里很少看到有人在街上吸烟，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即使是在一些繁华的商业区，吸烟的人也会自觉地站到指定的吸烟区，而不是在人群中吸烟，避免二手烟的扩散。在台湾，禁烟文化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法律上，更体现在民众的自觉性和社会氛围上。亚尔说，台湾的大部分人都非常自觉地遵守禁烟规定，大家都意识到吸烟不仅对自己有害，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健康。禁烟已成为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仅仅为了避免罚款。亚尔也表示，来到台湾后，他感受到了空气的清新和环境的健康。
他觉得，如果大陆能够借鉴台湾的禁烟文化，严格执行禁烟政策，并提高民众的自觉性，禁烟区能够得到更好的落实，那么整个社会的健康水平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通过样的经历，我们看到两岸的禁烟文化差异，除了法律执行的问题，更是社会意识的体现。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您的经验和看法，别忘了订阅本频道，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